也不知安抚多久，才拥着人重新躺了下去。那些痛苦的往事，是这人心里的一根刺，何尝又不曾刺进自己的心里？每每想到他受的苦，受的伤痛和委屈，心里就疼得厉害。现如今看着属于自己，安安静静躺在自己怀里的人，还是那么的不真实。有时候蓝忘机只觉得自己做了一场梦，总害怕梦醒了，一切都不在了，睡不着吗？蓝湛在这人安抚下闭上眼睛，迷迷糊糊睡着中，总感觉有一道炽热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，睁开眼看见的却又是化为柔和暖意的视线。蓝忘机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庞，却是不说话。睡不着，那我陪你说说话可好？说什么呢？说说我躺这些时间吧。我以为自己死了，可却突然间清醒了过来，但是说不了话，也动不了，醒不了，这才知道自己只有意识。你抱我，吻我，说那些情话的时候，我都惊呆了，以为你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呢。嘿嘿，我说的句句真心。我知道，你说为什么没早点意识到呢？蓝湛，从前我招惹你的时候，应该就喜欢你了，只是不曾发现是这样的喜欢。从前喜欢，对，喜欢，所以蓝湛，谢谢你把我拉了出来，那时候真的觉得那样也挺好。慕名眼中的光就暗淡了下去，身子突然间便被温暖的怀抱紧紧拥住，脖颈间是那人带了些灼热的呼吸。不会了，再不会了。知道魏无羡说的那样是什么意思，蓝忘机只觉得背脊都在发凉，只有紧紧抱着他才几分满意。是，不会了，因为有了我的蓝湛啊，所以不会了。睡吧蓝湛，每次都是你说你自己在，现在换我说了，我在，睡吧。他轻轻吻了蓝忘机额头一下，把烛火熄灭，随后自觉地紧紧贴着他的怀里。这一夜，谁都睡得很踏实，再没有被噩梦惊醒，一如既往的到了时间就起身，看着还在熟睡的人，蓝忘机笑了笑，起身出去为他准备早食还有汤药。可他不知道自己刚起身，魏无羡也醒了来，再无睡意。他好笑自己没有那人在身边，总还是会回到从前那般，片刻不得安宁。昨日醒来一阵的翻云覆雨，一直也是被那人抱在怀里，不曾下地走动。现下睡意全无，道士撑着便起身，可不过下地一瞬，双腿便猛扑下去。大概是躺久了没有力气，还是他太强求了些，摔得有些狠了，但腿间的疼远不及胸腔腹内的疼，抽口气都带着丝丝腥甜味道，索性就这样慢慢爬坐起，靠着墙缓缓，等那股子眩晕劲儿过去，他才费力地爬上床榻，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盖好球被，继续假寐。等到熟悉的脚步声走近，轻轻地摸摸他的头，这才睁开双眼，撒娇似的蹭蹭蓝忘机手心，想多睡会儿，做足了这人常见的模样，哪怕敞开了心扉，他还是不想让这人看见自己的狼狈模样。虽然再多的不堪，这人也见得多了，可最终还是敌不过那柔情温暖的目光。魏无羡心里一阵阵的酥痒，好似只要他再哄哄，不管什么自己都会给这人，全给这人。小心翼翼的被蓝忘机扶坐起来，明明是自己不洗的清淡白粥，却香甜可口的厉害，几乎是一滴不剩的吃完。可吃完东西，看见那黑乎乎一碗汁水又端了上来之时，本是带笑的脸突然间变垮了下去，变脸速度之快，让蓝忘机一阵心疼又好笑。可以不喝药吗？蓝湛，喝了才会好得快，很苦，我知道，等您好了带你去采一阵，吃您喜欢的菜。还有天子笑，过几日我再换温宁把阿远也带来，陪你说说话，乖乖喝药可好？像是奖励诱惑一般的哄人，心甘情愿的喝药，倒是让魏无羡动了心。我喜欢那种方法。哪种？之前我还没有醒时，你怎么让我喝的药，现在就继续呗。魏无羡轻轻在蓝忘机耳边说道，只是一瞬便见他整个耳朵都开始发红，笑得他本来就发疼的身体更加的疼，可还是忍不住。不知羞假，正经两个字还没说出口，便被蓝忘机俯身堵住，熟悉的口味便不整个口腔，一碗药喂进蓝忘机，还意犹未尽的停留在他唇上，而魏无羡却是没那么好受。刚才那一摔加之苦味的刺激，他喉间一阵的心甜涌上，千钧一发之际猛地推开蓝忘机，侧头便呕出一口猩红，随后一阵的猛嗨，滴滴鲜血又继续顺着他捂住嘴的指缝里落了出来。索性推开了那人，不然这一口的污秽进了他嘴里，魏无羡想想就觉得不能忍受。魏婴听的那声恐惧的呼唤，
魏无羡这才清明了几分，暗骂自己该死，定是吓到了这人。那医师当着他面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在蓝忘机与医师关了门出去后，他便摸出一张小纸人当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。他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，不过还是想再确认一二罢了。寿元不会长久，只能细养，不会长久是多久？收回小纸人，他拉拢球被假寐着。自从修了轨道，他便从来没有想过寿元的问题。那些事发生后，更是没有对生的执念，纯当活一日算一日，累了疲了就好好睡一觉，谁也不能打搅。可现在有了蓝湛，心里却是一阵的不舒坦。若是这样下去，他迟早会离开这个人，那时他的蓝湛该是如何？越想越是有些害怕。这一路坎坎坷坷，若不是这人死死抓住自己，他该是已经死在那日毁了阴虎符之时，被苏舍用剑刺穿身体之时，可真的被救了回来。知道互相的心意，想要好好走下去之时，他又如此这般。若是真的提前走了，他这一生该会带着对这人一辈子的亏欠和心疼。可知道了还是没想过离开。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的蓝湛是怎样一个人，不过和他一样，认定了就是认定了，一辈子都忘不掉，也离不开，所以他不会离开，更不会说出让他忘掉自己这样的事。他做不到的，无理由要求蓝湛去做到，可是还是会一阵阵的心疼。这一刻他突然好像看看那人，透过窗旧，他看见蓝忘机清瘦的背影，在近视的月内显得几分单薄和孤冷。他腿上没有力气，吸取先前摔倒时经验，他没有猛地站起，而是扶着能抓稳的东西，慢慢的移动着，费了好大的力才挪动到门边。打开门那一瞬，蓝忘机也应声急忙而来。魏无羡放心的松开手下，支撑到进他怀里，抬头对上那略有责备和满眼心疼的脸，想出去为何不唤我？不是想出去，是我想你了，二哥哥。呵，看着这个几分委屈，说这些羞人话语的人，心疼之余却是轻笑出声。这一刻心里所有的担忧和那点责备一瞬间消失殆尽，穷其一生，他会去找一切的办法，让自己可以多拥有一刻这人。若是真的没有办法，那线下的每一时一刻，他都会守在他身边，他在哪里自己就在哪里。好蓝湛，再笑一个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魏无羡看着那如沐春风的笑容，只觉得自己何其有幸，可以拥有这样一个人。他开心的吻了一下蓝忘机脸庞，别闹，你还病着，我守着你，再休息片刻可好？蓝忘机带着笑意，把魏无羡轻放到床榻之上，可挂在自己脖后的手依旧不松开，只得带了几分无奈和宠溺，随他躺在床榻，拉拢球被盖住两人，就这样静静的看着他。魏婴，一直就这样吧，我守着你，看着你，守着我，看着我。蓝湛，好蓝湛。魏无羡伸出手摸着蓝忘机的眉眼唇角，不躺了，帮你揉揉腿，先前吓我，睡了这半年多，自然不能好好就能走路的，我帮你揉揉，过些时日就好了。